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夏天在哪里呀？夏天就在楼下的大排档里，和朋友吃宵夜，就成了最重要的剧情。吹啤酒、吃小龙虾必不可少，一瓶啤酒、一盘小龙虾，就是宵夜的顶配。吃过的人都说忘不了，尤其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，因为每次痛风急性发作起来，可以痛到撕心裂肺、刻骨铭心，绝不亚于失恋的痛苦。我国高尿酸血症患者人数已达 1.7 亿，其中痛风患者超过8000万人，而且这一每年 9.7% 的年增长率迅速增长。患痛风的原因除了与遗传因素有关外，与生活饮食有着密切的关系，所以痛风又被叫做吃出来的疾病。预防痛风一定要管住嘴。下面这道食谱对我们预防痛风有很好的效果，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适量的绿豆，绿豆吃多少就煮多少。在夏日炎炎的季节里，无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，饭桌上都会摆放着关于绿豆的美食，如绿豆汤、绿豆沙、绿豆饭等等，这都要归功于绿豆的高营养了。绿豆本身就是杂豆类的一种，用它来当做米饭或者是当主食吃，都要比精白米面主食的营养高。对于糖尿病人群，也完全不用担心杂豆类的血糖生成指数，一般的都是低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。再加上绿豆中的淀粉含量多，拿汤当主食吃，同样可以给机体提供所需的能量，并且脂肪含量低，适合减肥人群等特殊情况的人。除此之外，夏天绿豆是非常有优势的豆类，另外绿豆它有一定的利尿功能，所以说可以适当的喝些绿豆汤，这样可以促进尿液的排泄，可以起到降低血尿酸、降低痛风发作的频率作用。绿豆清洗干净之后，再倒入清水将它浸泡一会儿。现在将泡好的绿豆冷水下锅，想让绿豆煮出来好吃，一定要冷水下锅。先开火把绿豆煮上30分钟。下面再准备一块南瓜，南瓜要用这种老南瓜，煮出来比较好吃。南瓜内含有维生素和果胶，果胶有很好的吸附性，能粘结和消除体内细菌、毒素和其他有害物质，能起到解毒的作用，对于肝肾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。南瓜具有护胃助消化的效果，因为南瓜含有丰富的果胶，而这种物质具有保护胃胶道黏膜免受粗糙食品刺激的作用。而且南瓜还可以促进胆汁分泌，加强胃肠蠕动，帮助食物消化。老年人常吃南瓜，可以很好的帮助睡眠，因其富含色氨酸，负责帮助人体制造血清素，这种神经递质有放松精神的作用，能缓解紧张感，同时还能改善心情，因而有助入眠。下面再准备几个红枣。红枣在生活中非常常见，平时我们用来泡水喝或者煮汤都是非常好的。多吃红枣对高尿酸血症的患者也有很多的好处。首先第一，提高抵抗力。红枣有较强的滋补作用，能够增强体质和免疫力，对于提高抵抗力有很好的效果。高尿酸患者由于代谢异常，身体容易出现疲劳等症状，食用红枣能够帮助缓解这些不适。第二，预防尿酸高症状。红枣中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如维生素 C、铁、钙、锌等，这些营养成分能够帮助改善身体的代谢功能，也能够抑制尿酸合成，从而起到预防尿酸高症状的作用。总之，尿酸高患者食用红枣有多方面的好处。这种珍贵的水果不仅能帮助改善身体机能，还能预防和缓解尿酸高导致的种种不适。
再准备5克枸杞。枸杞是现在非常好的一种养生佳品，枸杞中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，其中有一种被称为枸杞多糖的物质，可以有效调节身体内的代谢，帮助降低尿酸含量，并且具有抗炎、抗氧化等作用。高尿酸还会导致肾脏负担加重，而枸杞则可以通过清热、保肝、滋肾的功效，提高肾脏的排泄功能，帮助肝肾排出体内的废物和毒素。枸杞具有镇静安神的作用，特别适合有失眠、多梦等症状的人群，可以改善睡眠质量。枸杞中的多糖和维生素能够降低血糖和血脂水平，对于糖尿病、高血脂等症状有一定的调节作用。枸杞清洗干净之后，先放在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来看看，绿豆已经煮得差不多了，再把南瓜、红枣放进去，再加入1块生姜，给它煮上半个小时。1个红心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非常的感谢。出锅之前，我们再加入枸杞，枸杞不宜久煮，久煮营养会流失掉。加入枸杞之后，再煮2分钟就可以了。时间到之后，我们再加入1勺食盐。俗话说，想要甜加点盐，把食盐搅拌均匀就可以关火了。现在就可以将它盛入碗中了。想要甜一点，可以加入适量的冰糖，把它自然放凉就可以开吃了。我们也可以把它放进冰箱里，冷藏1个小时，这样吃着味道会更好，清热解暑，可以当主食，也可以当菜。高尿酸在平时我们要注意改善生活方式，多运动，控制体重，多喝水，作息饮食规律，不熬夜，不过度劳累，戒烟酒，尤其是啤酒和白酒，可以适当喝红酒，避免剧烈运动和损伤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养生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